2025年到2026年初的中国科技圈小米展现出的是一种极致的撕裂感。在实体经济世界呢，小米的表现堪称封神但是如果你看向资本市场，这却是一个令人倒吸一口凉气的恐怖故事。2025年，小米的股价呢一度冲上了61.45港元的历史高位，然后呢，随之而来的就是遭遇了史诗级别的滑铁卢一路狂跌到了31.20港元的52周最低点附近，市值直接腰斩。汽车卖爆了，利润创新高，按照常理呢，投资者十分不解这究竟是为了什么呢？那么各位早上中午半夜起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武然。之所以资本市场会对小米的暴跌感到震惊，是因为小米汽车交出了答卷，不仅打破了新势力造车的亏损魔咒，更是创造了制造业的奇迹我们看一下小米25年度的前3个季度的财报第一个季度呢，小米汽车交了75869辆智能电动汽车以及 AI 等创新业务，收入达到了186亿元，毛利率呢高达 23.2%。第二季度呢，由于产能的成功提升交付量环比增长了 7.2%， 到了81302辆。同时呢，由于售价更高的小米苏7 Ultra 的交付，单车的平均售价从一季度的238000块提升到了253600块，汽车部分的毛利率呢更是逆天的涨到了 26.4%。 但这还不是巅峰，第三季度呢，随着豪华高性能 SUV 小米预期系列的重磅发布并实现交付，小米汽车呢单季度交付量历史性的突破了10万大关，达到了108796辆，单车均价呢更是进一步提高到了26万元。更让资本市场震惊的是小米的盈利能力。造车呢是一个极度烧钱而且重资产的行业，很多的新势力呢苦熬多年仍深陷在亏损的泥潭里，但小米的汽车以及 AI 等创新业务仅在交付的第6个季度就实现了单季经营盈利，不得7亿元的经营收益此外呢，2025年前3个季度小米集团累计收入高达3403.7亿元，净调整的利率达到了350.2亿元。面对这样一份学霸级的财报华尔街的资本巨鳄们为何还选择无情抛售呢？这是因为资本市场是有前瞻且冷血的，他们看到的不是小米汽车昨天的辉煌，而是明天即将引爆的成本炸弹与基本面的裂痕机构呢大举做空，核心逻辑离不开这5大致命毒药这第一大毒药呢是储存芯片的价格暴涨了 90%， 手机基本盘面临着断崖式的危机。不要忘了，智能手机依然占据小米总收入的近 40%。 2025年下半年到2026年初，全球爆发了史无前例的储存芯片涨价潮。由于全球 AI 算力中心对高带宽内存的需求呈吸血式的扩张，直接挤占了传统手机内存的产能根据业内的统计数据2026年第一季度内存芯片成本暴涨了 80% 到 90%。 在成本结构上，存储芯片原本呢占手机的成本的 10% 到 15%， 现在呢直接飙升到了 20% 到 30%。 这意味着一台 16GB 加 512GB 的手机成本生生增加了500块。财报呢不会说谎2025年第一季度小米智能手机的毛利率呢还有 12.4%， 到了第二季度呢就降到了 11.5%， 到了第三季度，在成本压力和国内竞争的加剧的双重打击下，已经下滑到了 11.1 了。野村证券呢发出严厉的警告，由于内存成本飙升和宏观需求疲软，预测到2026年小米智能手机出货量将面临约 20% 的下行风险，并将其目标价大幅下调到了33港元。高盛也因为成本担忧下调了目标价，你汽车赚的7个亿可能都不够填补手机业务因为成本飙升漏到的窟窿这第二大毒药呢，425亿港币的高位配股，机构的血泪浮亏2025年3月25日，当小米的股价还在高位时，
突然抛出了一份庞大的融资计划，以每股53.25港元的价格配售了8亿新股，狂吸425亿港元。虽然官方表示这笔钱将用于业务扩张和研发投资，但这种先救后新的配股模式在短期里直接造成了股本摊薄。更要命的是，配股之后股价一路狂泻至33港元左右啊！那些以53.25港元真金白银接盘的机构和投资者，短短时间内面临着巨额的浮亏啊！这严重破坏了机构对小米管理层资本运作的信任，引发了后续的担忧啊！第三大毒药呢，联合创始人抛出的20亿美元的减持计划，这就是祸不单行了。2025年底，小米的联合创始人、副董事长林斌宣布呢，计划从2026年12月份开始，每12个月抛出不超过5亿美元，累计套现不超过20亿美元的 B 类普通股，用于成立投资基金公司。尽管执行时间在1年之后啊，但在这个股票承压极其敏感的时期，高达100亿人民币规模的减持计划，无疑是给投资者伤口上撒了盐。这也极大的打击了散户们持股的信心。第四大毒药呢，苏七惨烈车祸引发了 ESG 与舆论危机。造车是对生命敬畏的行业。2025年的3月29日，安徽德上高速发生了一起惨烈的交通事故，一辆小米苏七在行驶过程中撞击护栏后燃爆，导致车内3人不幸遇难啊。虽然小米官方出具了数据表明，事发时车辆速度高达116公里每小时，且驾驶员在智能辅助驾驶发出前方有障碍的风险提示后接管了车辆，随后发生了方向盘操作失误。但这一事件呢，依然严重受挫了小米的品牌形象，引发了对其智能安全冗余的广泛质疑啊。在 ESG 日益重要的今天，这成为了外资机构扣分的重要选项。最后呢，就是第5大毒药了，国际对冲基金的嗜血围剿。当上述4大毒药聚齐，华尔街的对冲基金们闻到了血腥味啊。高盛报告指出，小米已经成为对冲基金广泛做空的目标。我们来看一下真实的港交所的数据啊。进入2026年呢，小米的每日沽空比率经常突破警戒线。2026年2月20日，沽空比率则达到了恐怖的 47.77%。在3月9日呢，单日沽空金额高达 19.35 亿港元，占比接近 33%。这完全是一场有组织有预谋的机构多杀多的绞杀战。面对华尔街的做空绞杀，存储芯片的成本碾压以及舆论口诛笔伐，雷军和他的小米似乎陷入到了至暗的时刻。但作为一家挺过无数次生死危机的硬核科技公司，小米真的没有底牌了吗？实际上，如果你仔细翻阅小米2025年投入高达235亿的研发数据，你就会发现啊，雷军和小米高层并没有坐以待毙，他们正在用底层核心技术和真金白银打出一套极具战略深度的防守反击组合拳。刚才我们提到了内存涨价呢，让小米手机利润承压，要打破上游供应链的拿捏呢，唯一出路就是掌握核心科技，拥有议价权嘛。2025年5月，小米正式扔出了一文王炸啊，首款自主研发的旗舰处理器玄界01。这颗芯片采用了顶尖的第2代3纳米工艺制成啊，晶体管数超过了190亿个，拥有10核 CPU 和16核 GPU 架构，单核跑分呢3008，多核跑分9509，性能呢却是跻身了全球第1梯队啊。这也意味着小米成了中国大陆首家、全球第4家拥有自研3纳米制成旗舰手机芯片的公司。它搭载在小米 15S Pro 和小米 Pad 7 Ultra 上，这不仅大幅度降低了小米对高通等外部处理器的依赖，提升了整机利润空间来对冲内存涨价，更让小米在资本市场眼中真正蜕变成了拥有底层硬核护城河的硬科技公司。在小米2025年度1000万技术大奖中，最高桂冠毫无悬念地颁给了玄界01团队。不仅如此呢，央视新闻联播甚至曝光了疑似小米平板7 Ultra 展示车机中控画面的画面。这意味着小米的车机系统或已成功适配了玄界芯片，为未来车芯联动打下了伏笔。除了硬件呢，
小米在软件和 AI 算法上投入也同样恐怖啊。2025年，小米的 AI 大模型矩阵全面爆发。我们来看一下小米的技术武器库啊。语言模型方面呢，开源的小米 MiMo 7B 在数学推理和代码竞赛中取得了顶尖的成绩。这也是为什么在逆风局下，小米的互联网服务业在 Q3 依然能创下94亿元的历史新高，毛利率呢高达 76.9% 的根本原因了。面对华尔街对冲基金的恶意做空呢，最直接的反击就是用真金白银把筹码买回来。今年以来呢，小米在公开市场展开了极其猛烈的股票回购啊。根据披露啊，短短几个月内，小米的股票回购金额高达数亿乃至数十亿港元啊。例如，在2026年3月10日的单日，小米就斥资1亿港元回购了 297.72 万股，加上此前的密集回购，小米管理层向市场亮出了底牌：我们账面上躺着1300亿的净现金，且单季经营现金流强劲啊，想做空小米，先问问小米的回购大军答不答应。这种不计成本的托底呢，极大消耗了空头的弹药啊。分析了这么多，我们终于来到了大家最关心的问题：现在的股票在33港币左右震荡，对于我们这些普通的投资者来说，这是一个可以抄底的黄金坑，还是一个会继续下坠的深渊？要回答这个问题呢，我们要从3个维度来做深度的沙盘推演。这3个维度就是价值逻辑、短期风险和长期胜率啊。首先呢，是短期的刀光剑影。如果你是一个喜欢做短线的交易者，我建议你呢，现阶段必须保持谨慎，不要轻易的满仓接飞刀。为什么呢？因为短期风险仍然没有完全出清。这第一呢，储存芯片的涨价周期预计会持续到2026年中期甚至下半年。2季度的财报如果显示手机毛利率继续跌破 10%， 空头大概率会再次发难。这第二嘛，2026年新能源汽车国补退坡，市场担忧小米汽车的毛利率目前是 25.5% 啊，会面临缩水压力。所以短期右侧交易的确定性信号必须看到小米新一代的车型，比如御9成功上市并维持高毛利，或者呢，官方明确宣布上游储存芯片的价格见顶回落。接着呢，就说一下维度2啊，估值逻辑的重构。目前小米的动态市盈率大约在17至18倍左右。大家想一想，如果我们将小米视作一家纯硬件制造厂，18倍的 PE 是合理的。但小米现在是做什么的呢？它是单季汽车营收逼近300亿，拥有自研3纳米旗舰芯片，月活用户 7.4 亿的科技巨头啊！市场在恐慌中完全剥离了小米在汽车和自研芯片上的长期溢价，将其估值强行压回了组装厂的水平。根据 DCF 模型和投资分析，即使在悲观预期下，其内在的价值也远不止于此。现在的股价已经过度的定价了悲观预期。最后呢，是维度3，如果你是一个眼光放到3到5年的价值投资者，现在的价格绝对是值得你纳入核心观察库，甚至开始分批定投了。投资小米呢，投资中国唯一一家真正打通人车加底层操作系统且核心技术全部自研的硬核巨头。当雷军承诺5年2000亿研发投入逐渐转化为玄界芯片的迭代、大模型成熟应用以及自动驾驶技术领先时，高昂的 BOM 成本危机最终被技术红利所化解。汽车一旦在未来跨过年销100万的规模门槛，其利润将是爆发式的。伟大的公司都是在周期的阵痛中熬出来的。回顾小米这15年的创业史，它也从来不是一帆风顺的。2016年手机销量暴跌，雷军亲自接管供应链，力挽狂澜。2021年宣布造车，被全网群嘲。如今苏七和玉器用销量打了所有质疑者啊。今天呢，在2026年初这个汽车大卖却股价腰斩的至暗时刻，小米正经历着蜕变为全球硬核科技巨头前最痛苦的一次洗礼。内存涨价、空头绞杀，这都是成人礼的一部分。投资大师常说，买在分歧，买在一致。当满大街都在讨论小米手机利润暴跌，甚至传出恐慌声音时候，或许这正是这颗科技巨星下一轮蓄力升空的开始。
好了，本期视频呢就差不多了。如果你喜欢我的视频呢，欢迎点赞和关注。我是五人，我们下期再见。